唉，唐连月走了，司空长风也走了，姬若风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。你当初辛苦成立了天启寺守护，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星月，你就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不是还有师兄你呢吗？见星有月，睡梦杀人，有你们夫妻二人啊，就足够了。我就是怕呀，内忧刚息，外患又起。我觉得，易文君这事儿，有北阙的手笔。你说的没错，忘忧老人给我传了封信，说姑苏城外的那间草庐里，叶鼎之和孩子也不见了。如今易文君出现在了天启城，那叶鼎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会？我是在想，北阙想从这整个事件中得到什么？叶鼎之，我倒不怕他现在来闯天启，我怕就怕他不是现在来。我也收到了消息，东君离开雪月城了。多事之秋啊，希望我的预感不是正确的。那你还放司空长风走？他我是留不住的，他总会走的。天启城太小了，只有江湖能容得下他这般席卷天地的长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留有后手，我与他们做了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我与他们约定，只要他们手握令牌，当以后若有人需要他们守护的时候，他们便会出现。如果他们死了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后代也不能丢弃这块朱雀令。哼，萧若风还真是看得起我。像我这样子的人，怎么会成亲，又怎么会有后代呢？走了，浪迹天涯，撤！他还是那样。叶鼎之入魔一事，对他打击挺大的。他心底里最不能接受的，不是叶鼎之对他做的事情，而是从今往后，他彻底失去了他的云歌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的是东君的内力。小师弟全身真气被瞬间掏空，想必内海一定受了极为严重的损伤，必须得有一个高手帮他重塑内海。内海之伤不及时医治，恐怕之后他都再难习武吧。师伯这般厉害，可有什么办法？我没有办法，我能想到的高手就只有师父一人。可如今师父他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海外仙山。海外仙山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哎，这么说来，你们之前也曾到过那儿？我和东君在雪月城时，曾四处游历，有幸到过仙山，和莫一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莫一先生，莫一先生他一定有那个能力。如此甚好啊。只不过这海外仙山，我恐怕就不能陪你们一起去了。为何？这海外仙山啊，只见想见之人。我在多年前曾做过一件错事儿，以至于我一旦靠近这仙山，整条船都会被海浪掀翻。师伯做了什么？在多年前，我提着一把剑，砸了整座山，伤了很多人，还拆了几间道观。最后一怒之下，把整座山都给烧了。莫一和他的师傅就知道有声。嗨，往事休提嘛，都过去了。
咱们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样劝东君动身吧。云哥，我不明白，我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要做叶云，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，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你就自己留在原地吧。东君，东君，小师弟，不好。多谢师兄。你内海受损，这时候切莫自行调息，这没用的。是不是若是我内功尚有一点留存，我都可以自欺欺人的说，云哥对我留了手？叶鼎之他的确对你留了手，但总之你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。方才我同月瑶想了个办法，由他陪同你去寻海外仙山，求墨医助你重塑内海，这样可好？都说在天启城待久了，人的锐气都没了。想来是真的。真个屁！你怎么来了？你那天晚上没说话，我以为你拒绝我了。这，切！哎，这，哎，别跑啊！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走的那天本来是想去找你的，但又怕你嫌我烦。方小雨，你是不是也喜欢我？姓金那家伙真的没有骗我。我们的事跟那个戴面具的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要他说了算？不算不算，你说了算。你停下来说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枪！哎，哎，杜秋雨，别跑啊！枪！
瑶儿，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了父亲。东君，我自小与父母分别，对于我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。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过节，我想去街上看花灯，我父亲就和我佯装成普通百姓的模样，混入灯会。他会将我扛在肩头上，他的肩膀很宽厚，很温暖。与父亲的重逢真的太短暂了，像是一场梦境。你说，要是我早日打开那扇门，是不是就可以劝劝父亲了呢？瑶儿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多顾及你的感受的。我们都会责怪心中的自己吧。不过，终究是要向前看的。到了，瑶儿，你看，东面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辰，瑶光。帝君，东升瑶光，西起帝君。暗潮停了。蓬莱岛，我终于到了，真是感慨啊！莫一前辈，许久不见了。前辈还是这般的风神俊了。前辈，你说说你，都40好几的人了，还顶着一副17、18岁的皮囊，羞不羞？你怎么不问问你师傅，100好几的人了，顶着个17、18岁的皮囊羞不羞啊？真是个不善良的小孩，难怪武功全废了。前辈不愧是神仙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怎么被废的？伤心事了，不提了。还是年少啊，这有什么值得伤心的？小百里，你练的内功叫什么？秋水诀。
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。这的确是一门很厉害的内功，但还不够。还请前辈教诲。如仙见秋水，心生感悟，创秋水诀。可这毕竟是他的感悟。你练得再好，用得再熟，也终究逊色如仙几分。再者，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这本就不够。随我来。你师傅呢？我师傅出门远游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这怕是很难再回来。前辈此话怎讲？你师傅去了北面，极北之地。我师傅去做什么？那我来这里又是做什么？前辈，如今我武功尽失，你就别再说这种高深莫测的话了。武功尽失，又不是脑子没了。天外更有天，武之一道，所求无尽，所成亦无尽。越强的人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北面的冰原，西面的荒漠，东面的无垠大海，南面的万众大山，人间绝境，四方圣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去镇守一方的。我？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。越过石碑，你就能看见真正的绝境。天无尽头。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是“天尽头”3个字，可我觉得，所谓尽头，不过是我们的目光有尽头，而并非真正的尽头。所以我便改成了“天无尽头”。那边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去吧。古籍《山海图志》里说，在天尽头，是一处深不见底的悬崖，缭绕云雾在那里汇聚，竟如海水一般奔流而下。急速的奔流燃起火焰，将整片天空烧得通红。另一本古籍《天风野录》里说，这天之尽头，每当有盛世来临，会有众仙来朝，万佛参拜，是绝世仙人之住所。我想，这写书之人一定来过这里。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云雾背后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或许确实仙人佛祖，或许不过是虚梦幻影，又或许真的到了天的尽头。这不是我等可以探求的了。现在，你可知为何我说百川贯河还不够了吧？千丈云海奔流而下，光听声音，便如千万匹骏马踏碎荒原。假使这是一片无垠海面，一望无际，哪怕是用最快的船，日行千里，行上1年、10年，也无法看遍整个云域。世间万物波澜多彩。
有太多未见过的景，未见过的物，所以说，只看百川归流入海还不够。是极是极。秋水时至，河伯自傲，但是在这大海面前，却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更别提这无垠云海。可在这极景之下，也不过尔。内力没了，便重新再练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只要你的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只要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如先见秋水入河，便创出秋水诀这样高深的内功。如今你见这极地绝景，是否也该创出更加高明的功法呢？你是说，光看这奇景，便能创出一套内功？可你看的不只是奇景，还有天道。未来的日子，你就在这石碑后，好好想想你的内功。前辈，你可是认真的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万物皆有道，你能临着天道锤炼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好好珍惜吧。怎么起来了？姐姐，好久才见姐姐一次，你看起来好孤单呀，我可以陪你吗？莫夫妇说，有朋友就不会孤单了，他跟子夫妇就是朋友。姐姐，你的朋友呢？我们可以请他来做客吗？朋友啊，爹爹没有朋友。曾经是有过，但是爹爹希望他不再把我当做朋友。教主，教主，小安氏，今晚莫叔叔哄你睡觉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事？这般着急？教主，这次北离派来的人到边境了，而且此人不一般。是他回来了？不是他，是另一个人，是一个教主，你认识的人。实在是搞不明白，这些人实力如此不济，竟然还想杀掉魔教教主。你说是不是啊，我的朋友？
叶鼎之，司空长风。仔细想来，这也只是我们第3次见面。不过嘛，江湖之人，萍水相交，3面，可称挚友。确实挚友，只不过我现在没有朋友了。你比下面那几个老家伙要强。强不强，也只有打过才知道。可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虚念功。我也有一招向你讨教。确实一条金龙。金龙变。真是个霸道的武功啊！不用兵器，不用拳掌，只靠自己的内力真气来对敌。见识了。你比当年我见到的百里东军还要强。哼，只可惜姬若风太懒了，多年没有发过5榜。不然，我也想知道，和百里东军那家伙现在孰强孰弱。不过，你在提到我们那位朋友的时候，是不是太过冷淡了？你就不怕他死了？他不会死的。为何？你就这么有把握？因为打伤他的是我，他的武功全废了，却没有性命之忧。然而没有武功的他，必然不会参与到这场争斗中，所以，他不会死的。说的也有道理。还打吗？方才我的话没有说完。虽然你比当年的百里东军还要强了，但是依然打不过我。这便是真正的虚念功第9重了。听说只有师傅亲临，才能打得过的境界。很可惜，李先生不会来了，因为他和我一样，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我们都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哦，昔日的天喜城朱雀使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当我成了朱雀使的那一天，我以为会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会使北离变得不一样。等到我们守护的那个人的哥哥坐上了龙椅，我才发现，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循环。所以我离开了天启，回到了雪月。但是，这不能成为我们毁掉北离的理由。只有摧毁，才能重建。为了重建，又有多少人需要流血啊？我已经流了，他们也该付出点什么。